，Hello，耶，好久不见了，我怎么觉得你还年轻了很多呢？没有，头发都白了。哦，你去了啊？哇，金腰带，哎，就是我们那时候，对16年吧。是的，就是你们到现场。哎呦，紧张死了。你们感情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好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普通的运动员，别的人都不练，然后他还要去练。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生好有魅力啊！妈呀，伦敦你是第2金，对，也是我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奥运。因为你也退役了回来。我才知道哦，我的奥运生涯也结束了。现在是终于等到了我们中国男子拳击49公斤级的卫冕冠军邹市明，让我们掌声欢迎。市明你好。啊，你好，主持人。您好，今天比赛的时候心情怎么样？非常激动，而且非常紧张。再感谢一下我的老婆翟宁同志。好的，代表你老婆，谢谢你，谢谢你的夸奖。这么多年呢，我和莹莹也冲破了种种困难，因为她是当时的中考状元。去到北京的时候，人家是想从金融啊，或者是主持嘛。但是我一直有个梦想要去美国，然后去打职业。2个人拎一个箱子，2个人手牵手就去美国了。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家，轩轩，我们3个人就全在一个床垫上，因为夜里太冷，还会抱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我们很温暖。我们刚其实在。让我找了我们当年的照片。哇塞，非常落地那会儿，我们几个10年前。11年前。我跟大姐2个人，你帮我们拍的火锅。哇塞！然后找到了他跟杰哥2个人打台球。哦，对，就在那个里面。哇塞，发我，嘉哥发我。哇塞，满满回忆。是啊。那时候做那个火锅，吴京哥来吃，你还在那炒那个料。战狼之前嘛。哎，对，就是战狼之前。而且他还说他成败在此一局什么的。我们那个时候说砸锅卖铁啊，我支持。因为我永远记得这个锅砸锅卖铁，就是因为你弄了一口锅在那煮那个豆豉火锅。不，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很好，我们都希望就是，哎，这再回到那个时候。我跟他有很多很好的回忆。有一次他说分手，好，我就飞回去了。我们就绚烂的分手吧，我就到了那个烟花爆竹店的，全部给我买上。最后的烟火多么绚丽！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爱情，消失了啊！虽然它很绚丽啊，但它很快就消失了，跟玩似的，轰在那放完之后我们俩都哭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往那边走，我就往这边走。我就感觉那个雨啊，那个眼泪啊，噗，真的，这整到的，跑，突然脚一空，啪一下子就摔在那个牛洗澡的那个床里面，脚一空，嘣，整个人掉到那个泥巴里面。唉，就是我觉得我们干的这种荒唐的事儿就挺多的。你说它浪漫吧？好像有点浪漫。他们像拍言情剧，像不像？像不像偶像剧？偶像剧，就2个孩子。对。来，给你见5个数，3、2、1。我的浴巾就要掉地上了。你们能不能下次让我那个门可以关上？你会锁门吗？我会。等待我的大令出来。老婆，06年的今天我才属于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摆 pose？我现在是在摆 pose 吗？每次我都很自然的出现在你面前，你总是觉得，其实你这样还挺幽默的。其实我的幽默就看哪一天你能够接受啊。我没有想到今天是这样。这个状态你们以前经常有？近期没有，18年以前有。反正我们俩谈恋爱谈了5年，他送给我1次花。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表达方式吧，就体育生很质朴的那种。Hello， 感谢辛苦了，今天辛苦啦。这是茶还是？好，先泡一会儿，先开动了。
这个我本来想煎溏心的，后来我没有掌握好。已经很好了。没有。斗胆问一嘴，这是我第一次吃你给我煎的鸡蛋。但是我很感动。你在这个里面。没有，我觉得有变化，就是感人，就是好事。你只是不愿记而已，怎么可能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什么？你给过吗？惊喜？我是很讨厌去做这种费力不讨或者是很无聊的事情。那还愿意买礼花来分手？这是林英杰经常来买花的花店。阿爸，今天要点什么？肯定得玫瑰啊，纪念日。他是急需要什么这个节日啊，情人节啊，你给他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如果没有提供什么，他会很失望，然后他的脸就很长。对。哇，这整哪出啊 ？My love is okay。哇，好漂亮呀！年相识。哇塞，谢谢世明哥。这不是在做梦吧？快，周老三插我一下，插一下。哎呦呀，好美哦！爸爸送我花耶。我买什么好礼物了？20周年。希望你喜欢。我说嘛，到现在还没礼物呢。一个。什么礼物？哎呦。颈部按摩仪。哦 ，so sweet。好，庆祝今年20元第2趴。下一个20年还要花很多的力气去使劲的爱对方。哇，好浪漫。不用那么使劲儿，其实开心就行了。节奏都在你手里面。生杀大权全在他手里。哦，好，谢谢。我跟你说，我从认识你，然后到今天4月19号，我们2个真正确定关系在一起。20年。我回去跟我的所有的队友说啊，我谈恋爱了，我女朋友特别漂亮，而且你还是高材生啊！谢谢你对我表扬。最不容易还是我们创业。其实我无数个日夜，然后被压喘握起来。我成年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中国人拳击没有我就不行了。后来我才发现，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就是当时我可能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所以说我现在我已经很少接触拳击的那个氛围的时候，也感谢你把我抽离出来。你看我现在也签了新的公司了，然后我也不仅仅是为这个打拳或者是对手再去对啊，所以说我现在说这里我该吃药了，然后这是什么呀？这过40多岁要吃这个辅酶 Q 10，对，所以说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因为前几十年造的太厉害，现在我能坐着，我绝不站着。所以说我现在我只想，我回归家庭，把我3个孩子抚养长大，然后把我们2个经营好。所以说，我都把我的人生的重点，我都全部都寄托给我们这一份爱情。我们俩06年认识的，有一天我就说，哎，我经常世界各地走啊。他说我经常想买点礼物送给我们就是家里人，但是呢，就是我不会讨价。我说我教你，说，他就把我手牵上了。哎，我说不对呀，这。然后他说我觉得你挺好的。我说那我考虑。后来我就回家了哈，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打了1晚上，就一直聊，我都聊睡着了。他说，哎，你睡着吗？我说没有。好，就发现其实我对他也有意思了。就我很崇拜他，因为我觉得他非常优秀。我们有5年就异地恋，我们俩06年在一起的，07年他就跟你说分手，就跟你说分手。然后我就想说，
我能跟他分手吗？我不能跟他分手，为什么呢？他是肯定是压力大了，你知道比赛，如果真分手，造成他的运动成绩什么不好，那我有责任的。所以我就一直他说分手，我就飞回去。他一扭头看到我，啊，他就狂哭。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呀。然后我就把他抱抱，好，所以就更加坚定。我觉得就是他压力大。后来呢，打比赛，他说他要去哪里打，我就陪他去打理，就是我带着孩子，我拖家带口我都去，我做翻译，我开车，我给他当按摩师，学做饭，然后一样的做，我愿意。正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比我们要吃更多的苦。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然后就是有时候对他没有那么什么这个关心。结婚就是所有他的我的新郎服都是他帮我找的，婚纱也是他自己的，戒指也是他自己挑的。我等于是就是甩手的新郎，然后第10天我就回国这了，蜜月也没有，然后呢，包括生孩子也是，你为兄弟两肋插刀，我为你挨了2刀。老三，他来的时候就，妈妈已经挨了2刀了，他正好着床在他那个刀疤上面，随着日益的这个肚子越大，有可能胎儿的心脏会震开。我也劝我英英，我说英英，你是最重要的。他说不，他说这是生命，我不想放弃。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太幸运了，他们如此健康，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我可能非常爱他，但是我觉得这种麻话从男人口里面说出来很婆婆妈妈的。你知道吗？你今天给我做那荷包蛋和牛肉饭，我特别感动。还有今天这个画特别美，非常喜欢，谢谢。还有，你无需否定自己，你真的很优秀。我没给你做荷包蛋吗？我没给你送花吗？你有送给我花，荷包蛋我真不记得。我可以做的不那么多，但是你不能说一次都没有，我就特别讨厌，然后就完全的否认，然后我们不重要。你看吗？啊，你说吧。好，从现在开始不拉扯了 ，OK。这个放这儿吗？要不要合个影？石明哥啊，我们一起拍个照可以吗？来，谢谢。纪念他今天。你想拍吗？其实不太想，但是那就别拍了。如果没有爱，早分了。现在就靠爱支撑着。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是我们订婚那天，他就站在所有亲里面，他说：“我向大家正式介绍，他是我未来一辈子我认定的人，然后我希望我的所有家人都爱他。”不晚了，也算过节了。我不会，过节不一定很快乐，但是只是现在这天吧。然后希望还是谢谢我这样有我也祝福你，石明哥。爱就是陪着一个人慢慢长大吧，或者是慢慢变老。如果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没有他在我身边的话，我会痛哭一场。喂。叶群来吗？
我现在去外滩。你坐什么车去吗？我开的 Smart。啊，算了，你要开车我就不跟你聊了。是的，开车不要聊天啊，安全第一，好吧？哎，好，好，再见，拜拜。那你想我不吗？非静止画面。关键时刻怎么就看起了？拜拜。你想我不？啥？那你想我不？哎呦，想的。拜拜。好，拜拜。Hello， 亲爱的。哎呀，穿那么黑啊，早知道我也穿黑的。哎呀，来吧，亲爱的，好久没见了。是啊。哦，同城节是吧？都2年了嘛，2年有了。录播客的时候。对。状态很好哎，很棒，很好。还联系。联系啊。有没有关系？没有破裂。是不是会感觉做朋友更轻松？是吧？更舒服。你想做朋友？问到我的心坎儿了。还是再也不想联系了？哎，隔三差五的就开始莫名其妙就要跟你提离婚呐、闹别扭啊、离家出走啊。胆子那么大呀？就他每一次都是他吵，他说离婚、分什么的哈。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不想，对，我就觉得孩子3个对吧？好，后来去年国庆节前一天9月30号又跟我说那个不行了啊，怎么样？我说那行，我说可以。我说走吧，他可能没想到我会同意，然后呢就拿证件嘛，大家我们就都户口本、身份证什么全拿了，结婚证就上车，上车以后，我坐这儿，他坐那儿啊，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要不再考虑考虑，我看到了这儿，然后我没有回，然后我们俩上去，然后就拿他身份证，人一扫说，哎，说先生，那身份证消磁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心情，就是你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就是你最终决定就这样了。就他身份证消磁了，我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个概率太低了吧？回去路上他给我发，他说咱也算去过民政局的人了，好好过日子吧。我心想，我哪里不好好过日子了？你懂我的感受？我觉得他真的好像老小孩啊。去了也没办成呢，回来呢。好，再想想，就看看孩子，就哎呀，这有总比好过没有嘛，对吧？你不管怎么样，他还能喊人爸，不像我想喊爸都喊不找不着人，对吧？其实我也很好奇，你那个身份证消磁的那个是？是他们跟我说的。我这跟你们才这样说。其实有些东西你是要把握分寸的。对，敌进我退，敌退我退。那我带的那张肯定不是不合适的。对。我的妈呀！打游击战的那。来，谁给我找个棒子，我先嗨他一棒子。你假设你如果没有小孩的话，我肯定，哎呦妈呀，这是坏人做真事。对不对？你有牵绊吗？像我啊，因为我自己单亲，家庭小孩，我就会觉得不应该父母的问题让孩子，对吧？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我说我尽量都不让他们知道，就是爸爸妈妈的不开心。我就想看看，就是也给自己机会吧，就他能不能改变，可能改不了，改变不了。就是我觉得那么多年的婚姻也好，包括我之前还有一段，我就觉得人吧，他就是连我自己都我觉得改变不了。就是你可以改变一些表面上的，或者说有的时候，但是你骨子里的一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就是你要选的是你能不能接受他，如果一辈子这样，你能不能接受？有点磨人。或者如果说曾经的他，是那样的，
可能经过这些年，他变成这样的，那我想给他摇醒，能不能？我总是渴望着，对吧 ？Happy ending。他很 happy 啊，他挺 happy 的，你很懂。他很 happy， 他挺 happy 的。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啊也需要点演技，就是你就突然演一个小鸟依人，啥事儿不管。我不行。你试2天行不行？哎，我试，你可以试短一点时间。关键是你知道我儿子发着高烧，40多烧在那儿。那我连续照顾儿子就是2天，我说哎，世明哥，快，轩轩，你去给他搞一个冰敷。他说好的，然后他也在管嘛，那我觉得好的，我也可以放心了。我想，哎，好累，我过去看一下。好了，他拿那个抹地的，你知道，抹地的地上的那个抹布给我儿子戳了，然后完了，皮肤过敏了。对，我也很想小鸟依人，然后我一看，这放心不了呀。然后大鹏展翅。对，我说算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哎呀，真的太逗了。说你啥好呢？苦中作乐，苦中作乐。哎呀，但他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吧？可爱之处。那当然，他们听起来是都挺可爱的，都挺可爱的。可爱的人应该在幼儿园待着。幼儿园小朋友都很可爱。是的。同时，你对他们充满着爱和宽容。母爱。但是我累了，我不想做妈妈了。终于上床了，要睡觉了。怎么睡不着啊？安比尤尼，你哄我睡觉吧。是不是还在想事情？要不要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安比尤尼，你的声音还挺治愈的呢。那莹莹就多听听，说不定以后都离不开我的声音了。还是睡不着，要不你再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吧。那我来为你讲述一个治愈的故事。当夜色悄然降临，无需再为家中琐事烦忧，我们缓缓踏入隐匿于山边的清静。哇，来吧，怎么样？我也崩溃了。第一次从另外的视角来观察你的生活啊，对，这是你真实的样子吗？是在家里面，我们是的，我们其实是非常相爱对方的，我们只要好的时候如胶似漆，但是一旦对对方有意见了以后，我们就非常的就是较劲儿，就会较真儿。所以那个屏幕里的你觉得讨厌吗？其实我蛮讨厌那个。讨厌的点在哪儿？你看到的，我觉你觉得自己讨厌得有点自我，而且有点就是太强势。那个屏幕里面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哎，咱重来一遍。你既然不喜欢那个屏幕上的你哈，我现在演一下那个冉英说过的话，看看你们的对话能不能变得更好一点。哟，世明哥今天都煎荷包蛋了，20年没吃过呢。那后面20年我得经常做了。会说啊，他就欺负冉莹莹。你看你会啊，所以他跟情商没有什么关系。他换个人他就不这样。我之前肯定给他做过的。你看你又来了，我告诉你，夫妻之间事实不重要。对。夫妻之间是唯一事实不重要的地方。他在那一刻做这个表达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在说他委屈，就你只要接住他的委屈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本来就是这个家主要我在做各种努力，你做的就是少，怎么着？镜头一摆上来，你会了，原来你会哦。那一刻，你以前有没有做过1次2次，哪怕10次都不重要。你要接住他的委屈，你刚才就会接住他的委屈，但你在那一刻，你也知道镜头盯着你，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也没有那么烂，为什么要通过这句话，好像把我放到全国人民面前去审判？对。所以两边我能理解，但你们要互相接住对方的情绪。莹莹是吃尽了苦，受不了你那个讨厌的样子。
人家莹莹需要什么你不会说什么，而且你知道应该说什么，你故意不说，这辈子就给你惯的。莹也说了，你经常3番5次的提离婚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是有点多。现在就都忍了，肯定没问题。周世明，我觉得你是真想离婚，还是拿这个吓唬他，还是说你有另外一种就是要把人打败的那种心理？你用无形的拳头把冉莹莹，把你老婆为你生个3个孩子的老婆心理上打败，你有没有这种？你到底为什么？咋想？没人理解。所以那张卡是你真的弄消磁的，对吧？我是带了一张消磁的。哦，你知道那张消磁了，然后带去的。你真的好像一个小朋友过家家，他挺像的，他心智一直不成熟。真要有一天冉莹莹真的要离婚了，那个时候你有能力把她挽住吗？还是你走就走？我不可能和他分开。为什么？他吃定了冉莹莹不会的。冉莹莹一直仰视他。老师，您说他仰视我，我觉得我们是互相仰视。其实我也很仰视他的。我的妈呀，你这种表现仰视他，人家20年的那个婚姻最后多好，人家就想跟你拍张照片。你看那个死样，换成任何女人，终于说出来了，是。哎，扭头就走了，你就做到有一天人家拧头，领着3个孩子走了。有点紧张。战术性喝水。战术性喝水，要不要叫停？啊，不。所以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刚才说，其实你也仰望他，你公开说一下你哪儿仰望他，说具体的点。我觉得他是我很多，我们是互补。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对他依赖呢？很多事情我做不到的话，他能做到。他的这个观察能力，或者他的这个表达能力。他读书好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我真的佩服他。有了老大以后，他临时就去报了一个 MBA， 他天天跑到运动队来陪我，这个备战，他就提前回去看1个星期书，他还考了个奖学金。你知道你刚才那一段里面哪一句话会打动莹莹？只有一句话，你说你很依赖她，因为你说这个姑娘会读书，这个姑娘很能干，她可能有很多姑娘都会读书，有很多姑娘都很能干。但是在莹莹眼中，你是那个唯一的邹市明。所以你说你依赖他，他会觉得他有价值。你就说点人莹莹愿意听的话嘛。对，你不用老那个死样子，非得说话那么难听。你拥抱他怎么了？你哄着一个女人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急得倪萍老师都开始唱歌了，你怎么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改。我在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就跟莹莹讲，我说我对你们的婚姻特别有信心。这次来了呢，我更加有信心，因为你情商特别的高，其实你非常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不改，危机始终存在。刚才我们的那个全联老师问你了，说，哎呀，20年没有过荷包蛋，你说啊，那接下来的20年我都给你做，这很好，能接住它。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你心里头不高兴，你看我肯定给你做过，你都不记得，对吧？我的好你都不记得的时候，你怎么表达？我们换一下，假设你是莹莹，我是你，我这么说你觉得行不行？好不好？你先说。哎呀，你好幸福啊，好幸福啊，好幸福啊！今天我吃到你20年，然后给我做这个，他平时就这样的，学得很像。啊，然后，哎呀，老公你真棒，我看20多年我。哎，才吃过你第一次吃你给我煮的鸡蛋啊！我第一次给你煮鸡蛋吗？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的。哎呀，我听到这个话，我心里头挺难过的。你为什么难过？不要难过，宝贝，来抱抱。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只有这一次做过，但是我觉得没有被记住，我心里头挺难过的。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这样想，但你没有这样讲，对吧？这里面有个要点，就是你一直想跟他确认我是不是只给你做了1次鸡蛋这件事儿。对。你俩已经变成了这件事儿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谁有理？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找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更有理，这时候就都没有理了，因为不客观。好，所以别讲理。
是要讲感受。莹莹不高兴，她也会甩脸色，她也不说，这叫情绪性的语言和行为。他们两个都有这个问题，对，都有这个问题，是的所以你俩会到了最后就不欢而散，对吧？其实心里头那个不舒服的劲儿要捕捉到它，然后告诉对方啊，这才叫灵魂上的沟通。我们光是灵魂上的碰撞了。你们是灵魂上的，对，搏斗。清醒的犯着错误更可恨，你说，气死我了。我想特别说一个，就是和你之前的生活的巨大的差异，你可能要意识到，以前是有一个对手，要打败他。对。现在回到家庭里边，没有对手了，那么幸福和成就从哪儿来？我想告诉你，真正的幸福不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刻，是积累的微时光的幸福。积累的微时光，就一点一滴记下来，赶紧。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小确幸是很重要，这才是家庭生活的模式，不是打赢了一个对手，赢得一场回合。你在家态度有这么好吗？还是今天因为来节目态度？没有，我在家里面有比今天态度更好的。就是我的表现不稳定，我们的摄像头没有记录到比这个态度好的。不稳定是多少占比？他只要不激我，我都是在认真的。每次都是莹莹惹的你。现在独立女性啊，跟谁不能过呀？因为爱呀。老师不说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你弄个假身份证到处刷，回去就把它消了。对。世民哥，我跟你讲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前夫的影子，有2个点，就第一，逼离婚这个事情一模一样的发生过，他都是出于情绪，这就很幼稚。你千万不要走到我这一步，就是我最后一次我同意了，而且我非常的决绝，我就不像冉莹莹那样了。世民哥，我觉得您挺危险的。因为你们俩的婚姻模式一直是他对您的爱可能是建立在崇拜的基础上的，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接纳现状，你们其实是需要做一个身份的转换的。您要更多的在这个婚姻当中去辅助他，多给一点情绪价值，多帮扶一点育儿，不要再玩那种提离婚这种 play 的这种游戏，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很累了，并不是说相爱就一定不会分开。有的时候正是因为相爱，我很难受，我必须要走了。你们发生的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了，下一步就是你孤独终老了，你真的要引起重视。我真不是骗你。你就是这样吓他是吧？我的今天就是你。这样说是非常对的，但是对邹市明这种人哈，有时候起反作用。他会说来走啊，你跟我来这一套吧。应该不会了吧？应该不会了吧，哥？不敢了。不敢了，太好了，不敢了。你肯定会好的，你要这样想。我看到世民哥的时候，第一个很感动。你说你们2个那么相爱，可以为对方去拼命，但是你们也说，当你们观点不同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你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就忘掉了本来你是爱他，你们俩诗和远方是一样的，但是鞋里面都有沙子。就很难再去走到那个诗和远方。下次就可以说，当什么什么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的理解是，我的期望是，就这3句话。下次莹莹再说，哎呀，你这20年第一次做，那你可以跟她说，莹莹，我知道你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以前没有感受到？你能跟我说你期望什么吗？哦，你这样说一定有你的道理，我先认同你，然后我再跟你讨论方法。我们听听那边的哥哥站在男人的角度上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两性关系这边，特别像世民哥啊，我觉得还是要先做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刚刚所有人在教世民哥怎么改变，那是不可能。他是打拳击的，他是激情运动的。你担心啊？你这一说，他回去又不改了，又是你德行。不会的，不会的。拳击是过去。我相信世民哥是能够，就是很多人我们把理解等同于做很多事。2口之间相互的认可其实并不是靠立功去做一个很大的事情，对，要的是共情，你能接住他的情绪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比你做任何事情可能都有用。男人很多时候是想当英雄的，但是女人想要你当的是他的队友。他又有一个委屈，可能你不用说人话，一个拥抱，可能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我刚刚听完这个，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新的感悟，因为其实今天大家坐在这儿都在给建议，其实老师刚刚你的建议也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他们最核心的问题是你今天趁着这节目播出的当下，马上在微博上发一个道歉信，解释清楚说你们误会我老婆了，所有的错不是我不知道，我要为我当时的那句话先做过去的澄清，然后再在下一次如果你们两个发生这种争论的时候，你直接的，包括我们男生，就是一个表达，你这样说话我很不高兴，你能不能别垮脸？有话我们好好说，不然那个很温柔的把这个话顺过去倒过来，我觉得心里的根儿没解决。但是我觉得你能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都能看到你们两个是真的爱对方，真的爱，不然真的吵离了，就没有人会在阴阳怪气那么久，双方互相那么久还过下来。好，我们来看看世民哥、莹莹这一段提炼的话题是什么？世民哥，你最想聊哪个？3，我们两个就是很良性的爱在沟通的时候，我们那天会很幸福、很开心。但是，一旦两个不在一条线上的话，就不欢而散。他们俩生活当中确实也挺像拳击场上的。对，因为他不断的证明我没错，你有错，我没错，你有错。因为我们之前啊，我们相处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聚会，哇，两个人很恩爱，很甜蜜。好，后来然后大家分开了，也回到各自的房间，然后他说吵架了。好，第二天再出现，两个人又恩爱和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翻脸猴子，一口抓不着就开始翻脸了，过一会儿送上一个果子就好了。汤包，你有什么建议要给？不是建议，不是建议，就是我自己学会了一点，其实是张老师说的这个委屈这个字儿，其实我发现英文是没有这个翻译，没有这个词的。对，然后我学到了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天，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字儿，然后非常能描述一个人的情绪。都要正视自己的委屈和了解别人的委屈。对对，都重要。我觉得双方都很重要，对吧？对。那模范丈夫，我们的辛迪，你要给出一点建议的话，你觉得应该给出？敢不敢？世民哥说吃我一拳。但是我感觉有共鸣的点是，我也喜欢自己睡觉。虽然我们成为夫妻，你看我俩睡觉的时候，这个边界它中间都隔着一个很长的枕头。就我告诉他别过界，他也告诉我别过界。好了，这期我们看到了他们20周年的纪念日，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浪漫的晚餐。但其实20年看上来，他们不那么懂对方。虽然啊，女生的观点比较危言耸听，但是确实压迫感要有，紧迫感要有。这个节目好的就是让你首先看到自己，发现自己，然后呢再开始修正改变，这样对于你们的关系，对于家庭才能够起到更正向的作用。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段，小鹿。